他对着电视里的总统发言人愤怒地做了一个韩国常见的手势。隔天，他俩却变成了形式上的夫妻。女主角叫希珠，是个做手语翻译的电视主播。因为信号延迟，她的手势画面突然卡住。电视台领导一看，急忙让有力换播其他新闻。这时候，电视台突然得知，5分钟后总统发言人白思燕会上线，对于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做出了回应，因此决定播出这条新闻，同时安慰希珠别放在心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手势代表山，那些大声嚷嚷的人真是最烦人的。这时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希珠的工作已经做完，可以离开录影棚了。正当他准备走出门的时刻，新闻发布会恰好开始。白思燕代表南朝鲜正式声明，对恐怖分子的巨额赎金和撤军要求，如果不照做就杀害人质。希珠本来想走，但最后忍不住回头做了个高山手势。其实白思燕讲完话就立刻关闭了麦克风，并对媒体采取了临时控制措施。刚才那番话是对外说的，其实是怕他们搞乱局面，让公众信心动摇。外交部其实已经有救援计划。同一天下午，未来的婆婆要求希珠辞职，因为1个月后就是大选了，该学做好贤内助的时候了。旁边的希珠妈马上表示同意，但对方却不待见。未来婆婆总是劳神，觉得未来儿媳的名字很不上进。晚上，希珠没地方去，就开车在街上随便逛逛。突然，播音机里开始嘈杂不停，紧跟着，导航也丢失了信号。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汽车却突然加速起来。此时，希珠想要刹车，已经晚了。一边有个神秘的人盯着她，与此同时，车子越开越快，希珠彻底失去了控制，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车，她赶紧往左猛打方向盘，最后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。但希珠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她发现车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同时，收音机里不断重播早晨的新闻，这让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以前的新闻报道：自动车窗忽然下滑，门把手随即自动解锁，多半是黑客用恶意软件操控的。这时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附近，慢慢向车靠近，紧接着车门猛地弹开。不久后，白思燕接到一个匿名来电：我要杀掉你的妻子。正好这时手机没电了，白思燕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同事追踪劫匪的电话。手机一开机，威胁电话又来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白思燕竟然问劫匪是否杀了人，还说今天太忙没空开玩笑。正打算挂电话时，劫匪称刀已经架在他妻子脖子上，若再挂电话立刻会动手，别只说不做，快点行动。还没提赎金呢，白思燕已接过无数这样的电话，因此坚决不付任何赎金。不料劫匪让2人通话被外放，随后又挂断了电话。劫匪越想越生气，情绪也愈发激动。劫匪最爱看别人临死前的痛苦表情，但赎金还没到手，他不打算先杀希珠。他还多次强调这不是在开玩笑，可白思燕觉得这只是恶作剧，甚至催他快点行动。难道这家伙还有其他妻子？可说话的人无意，听的人却动了心思。白思燕这态度让希珠开始怀疑了，具体原因我们稍后再说。时间飞快流逝，劫匪拨打的电话始终无人应答，这激怒了他，一怒之下用匕首猛刺驾驶座的靠背。不料手一滑，匕首割伤了希珠的脖子。在持续的威胁和伤害下，希珠的恐惧感达到了极点。此时，劫匪开始炫耀他的手机，声称只需拨通白思燕就能启动变声器功能，而且只在10分钟之内有效。难以追踪的信号，电话突然被接起，原来是误触的同事。随后，白思燕告诉劫匪别再打来，如果要害他妻子就快点。接着说尸体凉了再联系，然后又挂了电话。劫匪一听气得摔车，而希珠却异常冷静，丈夫的话在她耳边反复回响，她陷入深深的绝望，于是猛踩油门。同时，救援人质的任务落到了白思燕身上，她把手机留在办公室里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夜晚，白思燕回家，见到希珠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，她更确认这又是一场恶作剧，随口说了句：你还活着呀？这让一直觉得被忽视的希珠彻底死了心。原来在3年前，他们结婚那天，白思燕就明确表示希珠只是替嫁，因此婚礼秘密进行，未来无需在公众面前扮演妻子。另外，白思燕要希珠签署一份合同，首先新娘不可主动要求离婚，其次在选举期间不可以离婚，第三也最关键的是，作为白思燕的妻，禁止透露自己的名字和面貌，如若违反需赔偿20亿韩元。希珠内心虽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签了协议。事成之后，白思燕单膝为妻子戴上婚戒，诚实说希珠颇感动，但这家伙
一句话就毁了气氛。别忘了你是送过来的人质。因此这3年来白思燕的妻子身份始终未公开。同时西珠也一直不太快乐。次日，英国大使举行了一个宴会，由于其夫人有听力问题，所以白思燕首次带上。西珠当手语翻译出席了，但这小伙子看不懂手语，完全不知道他妻子和那位女士说了啥，这让英国大使很是惊讶。毕竟他们刚才还亲密的像一对夫妻，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他们是真的夫妻。白思燕解释说，他是总统的替身，常常受到攻击，而他的妻子是他的软肋，因此他不愿让家人处于那种境地。显而易见，西珠对这解释不甚满意，于是趁休息喝多了几杯，酒后跟老公说出了心里话。他虽然说不了话，但听得一清二楚。别拿保护当借口来隐瞒事情，他现在伤痕累累。可白思燕根本无法理解，只是觉得自己像被责备了。西珠没兴趣跟这种人争执，转身就走。但想到这里又觉得气愤，觉得那劫匪或许有他的道理，他妻子可能真的有外遇，于是离开了聚会。不久后，白思燕收到了绑匪的电话，对方明白他正在出席英国大使的宴会，清楚记得他今晚啥也没吃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混在人群里。白思燕立刻觉得情况不对，突然看到2楼有人打电话，身影一晃，于是赶紧上楼追去，转了几个弯，最后在卫生间拦下了那神秘人。亲爱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对不起。显然此人不是绑匪。白思燕试着激怒对方，想拖延时间，但对面却爆料重磅消息。原来白思燕原本要娶的并非西珠，而是青云日报家的大女儿英娥。英娥在结婚前1天逃走了，再加上白家和洪家必须联姻，所以白思燕只能娶小姨子，也就是西珠。这些听完后，白思燕的语气顿时变软。她询问对方想得到什么，但没想到劫匪竟然要她跟西珠离婚。原来打电话的正是西珠。在白思燕第2次挂断电话后，西珠终于爆发了。她无法相信丈夫竟然这么对她，于是她让绑匪再打电话，她要亲自问清楚。但白思燕没接电话，电话一直无人应答，这让西珠彻底绝望。于是她踩下油门，决心与绑匪一起了断。结果西珠虽然绑了安全带，只是皮肉有伤，而劫匪却因为撞击昏迷不醒。就这样，他顺手拿走了那个特制的手机。此时距离被定位只差2分半。西珠急忙要求白思燕交20亿韩元赎金，期限是明天之前。没想到白思燕听后竟然笑了。她已经遇到过无数索要赎金的绑匪，这却是第一个让她感到紧张的。仅仅是恐吓就想让丈夫抛弃妻子，还拉着无关的西珠一起。因此白思燕立誓，劫匪休想安然落网，她定会亲手逮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西珠冒充绑匪，威胁老公和她离婚，结果却激发了白思燕的好奇心。挂电话后，2人意外在卫生间碰面。白思燕于是带西珠到无人房间，询问她是否昨天出了车祸。对方久不回答，她便开始主动检查。西珠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衣服已经被解开。虽然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不过还是有点羞涩。就在这时，白思燕注意到妻子颈上有明显伤痕，说明昨晚确实遭遇了绑架。她生气地大声质问西珠为什么没告诉她，紧接着问她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面貌。西珠说绑匪戴了口罩，她看不清楚。绑匪用刀威胁你了吗？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白思燕一冲出去，向同事确认是否追踪到绑匪。由于通话未满10分钟，所以没办法定位，她便让下属查一下今天派对的宾客和所有工作人员名单，很快会把录音发给你，催他们赶紧分析一下。西珠听着录音里白思燕紧张的声音，笑得很开心，想着能气气那个骄傲的家伙也挺高兴的，但同时也有点担心。已经拿到劫匪电话2天了，坏人肯定疯了似的在找。就在这时，白思燕突然闯入卧室，向西珠要车钥匙。西珠不明白白思燕要钥匙做什么，突然她明白了对方的意图，赶忙冲下楼去。原来昨晚电话第2次被挂断时，绝望之下西珠高声喊了出来。这一幕很可能被行车记录仪录下来了。她刚跑到地下停车场，白思燕已经检查完毕，看起来非常生气，不知道这车怎么撞成这样还能开回来。西珠心有余悸地叫来了拖车。突然白思燕话题一转，提起了行车记录仪，因为事发时的视频全消失了。西珠终于松了口气，结果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第2天，白思燕邀母亲吃饭，询问西珠替嫁的事有谁知道。白妈表示除了双方父母和当事人外，洪英娥逃跑了，这意味着是熟人所为。同时为保护西珠安全，白思燕安排了私人保镖。她工作的地方出现冲突，保镖被叫去支援。她刚离开，就有人影出现在厕所门口。
西珠刚好出来，卫生间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他一警觉，看见个怪异的身影，他立刻想到了那晚的神秘人。等保镖处理完纠纷回来，却发现西珠不见了。难道西珠又被绑架？其实西珠没失踪，他只是偶然遇见了失联3年的大学前辈。当保镖们把两人的谈天表情发给白思燕时，这家伙看见妻子和别人笑得很开心，就有点嫉妒。再听下属说前辈又帅又壮，白思燕气得不行，让人提不起工作的兴趣。西珠互换联系方式后，匆忙赶回家里。他刚踏进家门，妈妈紧随其后，拿着2大盒东西进来，不太高兴的让他把里面的东西换上。西珠好奇的打开一看，居然是超性感的内衣。你真的是我妈妈？不是劳保吗？妈妈警告西珠不能忘，只有把爸爸送养老院，条件是和家里的联姻维系好，成为白思燕好妻子才行。如果做的不如妈妈意，随时可能让那个老头子露宿街头。西珠的软肋是得了老年痴呆的爸爸，心里再怎么不情愿，也只能听从妈妈的安排，留意他腿上那块红胎记。其实西珠正密谋逃离的计划，于是他用了那部无法定位的手机，准时给白思燕打了电话。实际上白思燕之前已向他心理学家的妈妈求助，通常在谈判中强硬的一方更易胜出，另外还得建立信任，要不然什么希望都没有。所以当西珠打电话过来时，白思燕没马上接，而是稍等了一会。西珠用绑匪的语气问他决定了没，是支付20亿韩元赎金，还是让妻子死。但白思燕故意转移了话题，说有件事情一直搞不清楚。从外面的消息来看，洪英娥应该是他的妻子。绑匪竟然知道只有家人才知的事。帅哥，你还没明白现状吗？突然变的语气让白思燕一愣，但很快又冷静下来。他警告那个撞了西珠车并伤了他妻子的家伙，绝不会对这种人让步。西珠早就猜到丈夫会这样，于是就发了一张照片过去，有他妻子的最新照片，不知这样他会不会屈服。然后提醒别忘记自己妻子身上的标记。知道西珠腿上那个独特的胎记吗？照片里清楚可见大腿的胎记。没料到白思燕看后竟笑了，试着询问绑匪是否已婚。西珠本能回答已婚，但马上改口说单身，这让对方立刻找到了抓手。白思燕判断这人绝对是变态，竟用网上的照片来欺骗他，明显就是个老油条。看来抓到后得多加一条猥亵罪。白思燕对绑匪说，没人比他更懂西珠，想勒索也应该先调查清楚。西珠说话总是很爽快，但说完常常后悔，怎么能冲动到让对方验证呢？但是一想到就觉得不甘。那张照片明明是他的，辛苦找的角度拍的照片，怎能说是网上的图？还自诩懂妻子胜过所有人，心想这臭男人真懂个寂寞。很快到了夜深，西珠稍平静后又开始紧张，听到老公回来，急忙用被子遮头，害怕他真来查个究竟。脚步声渐近，他的心都快跳到喉咙了。白思燕第一次未能掀开被子，便又使劲拖拉一次，恰巧西珠紧紧抓住被角，用力一掀，不小心把西珠也带起来。因为事出突然，双方都措手不及，他害羞地扭过头去，慢慢地站起来，宣布西珠明天去总统室是手语翻译。说完他就离开了房间。其实结婚3年，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西珠被刚才的情景感动得睡不着，心里还砰砰直跳。白思燕和同事们仔细地分析绑匪的所有录音，却一无所获。就在此时，下属点出一个疑点，监控录像显示，绑匪很轻松地进入了西珠的车，并未遇到任何阻碍。白思燕就照片和上车一事向朋友求助，结果那朋友完全是个纸上谈兵。他说这是显而易见，肯定是妻子搞外遇了。那天晚上10点，西珠再次打来恐吓电话，这次白思燕还是等了一会再接。他不懂绑匪为何这么急，故意惩罚，5分钟后再打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西珠这种急脾气肯定不会听话，立刻又打了过来，但白思燕就是不接。他一连打了几10个电话都一样。忽然附近响起一声巨响，西珠稍微回过神，再拨白思燕的电话却显示关机，马上回家找她，但整屋到处找也找不到丈夫，只好蜷在沙发上等到天亮。这时新闻在播放，昨晚10点07分，总统发言人办公室遭恐袭，6名受伤者都是办公室员工，同时还曝光了恐怖分子的威胁录音。这段录音其实是西珠给白思燕的勒索电话，她突然变成了恐怖分子。就在那时，白思燕回家了，一下子把西珠抱到餐桌上，说关键证据就在她身上，要解谜得有她的帮助。接下来会有什么新故事呢？番外篇，洪英娥威胁白思燕要她取消明日的婚礼，否则就要揭露他们家的秘密。但白思燕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，洪家似乎打算把西珠嫁给一个富二代混账。待确认后，他主动提出要把明天的新娘换成西珠，这意味着他可能对女主有意思。他刚经历了爆炸袭击，却匆忙赶回家，将妻子甩在卧室床上，
追问他是否认识之前的绑架者，以及是否有任何嫌疑对象。得到否定回答后，白思燕愤怒达到极点。既然妻子对绑匪毫不了解，那为什么那人如此熟悉他呢？甚至连私密照片都被发来了。其实白思燕在担心妻子腿上是否真有胎记，西珠也担心事情搞复杂了，到头来脱身都难。所以她反问丈夫正在做什么，那人真的了解她吗？自己被莫名其妙绑架，她的丈夫却受伤了，白思燕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恰巧这时手下打来了电话，西珠暂时蒙混过关。下属发现近半年内多次接到纵火报案，白思燕听后断定绑匪或是有预谋，用纵火掩盖罪行，或者是巧合，但有一点肯定，爆炸时他正和绑匪通话，所以怀疑有共犯。总之他们怎么可能掌握那么多内幕，肯定是我们人里面的。至于那个恐吓录音，就跟警察说是剪辑的就行，刚好他们两个的对话全被门外的西珠偷听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白思燕从书房出来，说要查一下妻子手机是否被黑了。西珠心里觉得情况不太对劲，虽然按他说的去做了，谁知道白思燕外硬内软，一边清理着地上的碎玻璃，一边抱怨妻子缺乏职业操守，明明靠双手谋生，却如此不小心。接着抢过西珠的手机，说换好衣服就得赶紧走，这让西珠感到格外无奈。同时绑匪接到一个短信，代号老师的人警告他不要擅作主张。在另一边，白思燕查看妻子手机时发现空无一物，只留有一个聊天 app， 心中突然想起西珠曾提到他与一个前辈很熟悉，极度兴起打开了他们的聊天记录，认真的阅读每条信息。突然他发现那个前辈曾在一个孤儿院做志愿教学，此外他还约了自己妻子今天晚上一起吃饭。白思燕显然有点担心，迅速拿起手机给朋友打电话。很快时间到了下午，前辈香柚和西珠刚坐下，他们的共同朋友柚莉走了进来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柚莉叫香柚老师。三个人简单寒暄后，柚莉害羞地说也约了人在这里吃饭。他走了好远，突然想起还有事，于是回头嘱咐俩朋友，待会他邀约的人一到，千万别盯着人家看，不然人家会不舒服。香柚和西珠马上答应了。但就在这时，白思燕走进来了。西珠一看到白思燕，差点叫出声，急忙别过脸，祈祷别被他认出来。原来听说妻子约香柚吃饭后，故意联系了有利，特意安排偶遇西珠，于是约会就变成了4人晚餐。席上香柚戏，新弟给西珠切鱼排，还亲手递给他。看到妻子笑得那么开心，白思燕简直忍不住吃醋。旁边的有利察觉两人气氛有些尴尬，正想岔开话题，白思燕就随口问西珠喜不喜欢吃鱼，但香柚却接着说确实很爱吃。顿时气氛更紧张了。白思燕宛如总统发言人，又不能在妻子和朋友面前无礼，于是主动向香柚道了歉。不过香柚很机智，借机感谢西珠，才得以与发言人共餐。说完便给白思燕斟酒，没想到白思燕突然耍小孩脾气，把酒杯倒扣在桌子上，表示自己坚决不喝酒。看到丈夫冒犯了前辈，西珠担心前辈尴尬，于是主动请香柚给她倒酒。白思燕虽表面上压制住对方，其实已经输得很惨了。香柚借此机会通过手语和西珠聊天，虽然她曾说过她其实根本不懂手语的含义，于是就像查户口似的盘问起来。你是做手语翻译的吗？不是。那你做什么工作呢？真是个好家伙，问的香柚都没心情吃饭了。可问题还没结束，白思燕接着问他结没结婚。香柚也不是吃素的，怀疑这人对自己有意思。西珠看不下去了，故意打翻杯子制止了二人的幼稚举动。接着他用手语说想上个洗手间，然后悄悄来到前辈身后，用力的示意丈夫过来。但白思燕明明看到这时下属恰巧来了个电话，白思燕赶紧找个无人处接电话去了。她刚挂电话，就见妻子站在后面。西珠一把抢过手机，质问丈夫怎知道约会的事？难道是借查手机之机监控了吗？或者怀疑他跟前辈有一腿？白思燕气冲冲地抢回手机，真的搞清楚妻子对香柚了解多少吗？他对他们俩什么关系不在乎，不过是西珠身边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小混混罢了。话说回来，作为他的妻子，他真的够了解他吗？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差不多快20年了，被这样一问，西珠确实有点懵，搞不清楚丈夫想说什么。我本以为自己非常懂你，但我所知的你可能并不是真正完整的你。聚会最后以这种方式不欢而散了。白思燕一回办公室，就让手下去查香柚，没料到手下不只认识这人，还是他的忠实粉丝。原来香柚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挺火，粉丝多达20万，尤其受女生欢迎。白思燕听后直接气绿了脸，手下却误会他想深入了解，就赶紧展示了一段健身视频，毫不吝啬的夸赞偶像的身材就像艺术品，特别是那3角肌。白思燕狠狠地瞪了手下一眼，显然他有些心眼。夜里西珠正打算给白思燕发恐吓短信，结果他提前回到家，于是他借口要去买点东西。白思燕问了要买啥，便自告奋勇去了。西珠趁机赶紧给老公打电话，白思燕则故意绕到拐角处，只在家里没人的角落接电话。她真的搞不懂绑匪为什么总逼她离婚，难道这样他们有利可图？西珠快急疯了，为何总纠缠不休的要跟不爱的人在一起？但愈是如此，白思燕愈觉得有猫腻。
他向绑匪严正声明，绝不会随他们的愿望行事，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因为西珠让买的东西还没弄呢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很快就把东西买好了。白思燕边脱外套边坚称绝对不跟老婆离婚。接着他又说，这么坦白是怕误解，毕竟白家的名声和地位不能被别人玷污。西珠听了真是哭笑不得，只因为这个他们没离婚，做事总是匆忙糊涂的。西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白思燕就已经闯入他房间了，追进去一看，他已经躺在床上，还命令老婆也过来躺。西珠当然不愿意，谁料白思燕突然把灯关了。难道你怕误会我有所行动？是的，十分可能。这招激将法真的有效。西珠气冲冲地抢过枕头，然后躺到了白思燕身边，但这家伙竟然没生气。其实他这么做是因为怕绑匪对妻子不利，既然能查到办公室就能查到家，所以他宁愿躺在西珠旁边，让妻子能安心地睡个好觉。另外，白思燕希望西珠能忘记被绑架的那一天发生的事，还有后来打电话时说的话。就这样，西珠逐渐入睡了。白思燕悄悄离开了房间。原来西珠小时候因一次不幸，她弟弟去世了，她却幸存。为了保住第3任丈夫的资助，她妈妈让小女儿装哑巴一辈子，直到化作泡沫，像人鱼公主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通过视频电话联系，但西珠一接通，发现对方是绑匪。原来绑匪不只知道西珠拿了那部特别的手机，还不断对白思燕发恐吓电话。对此，他感到非常满意，至少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因此，绑匪想继续进行，但若途中赶逃，他会毫不留情。西珠注视着绑匪手里的，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，然后急忙跑向养老院。好在爸爸没事，那几颗牙也不是老人的。因为报了警，他得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西珠跟警员一起向警局赶去时，车里的广播突然响起嘈杂声，这让他不由得回想起被绑架的那一幕，和之前误以为父亲出事的场面，紧张的快要呕吐。警察只能把车停靠路边。西珠一边吐一边竟笑了起来，他叹息人生何其悲哀，童年时被母亲逼迫，长大后频繁受辱，现在依旧战战兢兢。难道一路上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支持自己吗？正当这时候，3辆警车开到，白思燕霸气地停在了旁边，然后快步走到西珠面前，表示要亲自把这个人送到警局。这个人是他的妻子。在2位警员面前，白思燕承认自己与西珠是夫妇，但因身份敏感，希望保密。作为感谢，他承诺稍后会亲访警局表示感谢。白思燕气冲冲地钻进车里，万没料到绑匪胆大包天，竟敢动手动脚老丈人。这时，西珠崩溃大哭。白思燕既惊又喜，一边细心递手帕给妻子，一边小声嘀咕，哭起来真难看。他马上解释，并非有意嘲讽，想哭就大声哭出来。不一会儿，白思燕开车来到一个豪华酒店，提醒西珠别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。进了客房，白思燕想先跟西珠好好谈谈，家里最近确实出了不少事，从被绑架到父亲入养老院，虽然没找警察帮忙调查，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调查免不了的。因此，白思燕希望西珠明白，如果受害者不是夫妻俩，警察可能会先从他着手查起。在此之前，如果有隐瞒，现在说出来也不迟。西珠听后没做出任何反应。白思燕察觉到妻子似乎不愿意吐露，于是他强调不会逼她说话，毕竟他们俩不会干涉彼此的私事。正当此刻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原来白思燕提前叫了酒店服务。他发现妻子整个下午几乎未曾进食，因此特意让客房送来糕点和水果。今天其实是家庭聚餐的大日子，考虑到西珠可能会累，白思燕便先行一步到了餐厅。而白父召唤儿子却另有用意，他打算借助家庭关系来增强自己的声势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大选中争取更多支持。不一会儿，西珠到了餐厅，他刚坐下还没开始吃，白父就开口数落，别人的儿子儿媳都会陪着一起吃，真想把家里的猫猫狗狗都叫来帮我拉票，但轮到自家只有儿子能上台，亲家公太小看人了，竟然怀疑他选不上，所以就把带瑕疵的二女儿嫁过来。一个哑巴有什么用呢？就算是要处理的廉价货，也得照顾好自己的饭碗，一无是处的废物。白思燕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，本来想穿衣离开，却被妈妈以用餐中途不礼貌为由叫住。没想到白思燕叫来了管家经理，接过对方递来的数码相机，原来他进餐厅前就注意到角落有人偷偷摄影，并怀疑是父亲操纵的，用来借儿子炒作，进而拉票。白思燕警告老白别做梦，你这个混账！老白气得抓住白思燕的衣领，声称离开他庇护，儿子什么都不是了。白思燕突然想到，会不会是父亲派来的绑匪？毕竟他想让自己屈服。老白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同时白思燕也希望父亲明白，是靠爷爷的帮助他才坐进了总统办公室，过那个门槛他得自己想办法，别想用儿子当垫脚石。说完带着西珠离开包厢，向着客房的电梯走去。白思燕紧握着妻子的手，她希望她能理解，替姐姐被牵连进来是无奈之举，面对公婆的冷言冷语也只能忍着。那些随时会换孩子的人，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别放在心上，也不要理会。第二天下属发现，香柚曾经上传过很多关于纵火和爆炸的未解案件，他对这些似乎很有研究。此外，他还是一个犯罪节目的主持。午后，
总统手语翻译的选拔就要开始了。西珠表现得格外出色，视频中的人还没开始说话，他的手语已经启动了，这让白思燕感到困惑。于是他亲自到了面试现场，让西珠直接回答他的问题。他是否事先得知了面试内容？为什么他的手语比声音还要快？西珠说刚播的视频是他练过的。为了保证公正，白思燕让西珠再翻译一段新的视频。你的动作和我说话的速度完全同步，这只是巧合吗？而且不止1、2次。洪西珠翻译师，请回答我。西珠无奈地说自己肯定疯了，因为崇拜白思燕，所以才会对着资料狂练。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手语翻译师们。现在可以通过观察白思燕说话的动作，特别是上唇和上齿，就能预估出他要发什么音节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他张嘴就能猜到他要说啥。突然间，白思燕转变了话题，质询西珠是否真的不能说话。旁边的助手误解了他的意思，认为个人疾病并不影响资格。翻译员的任务是用双手传递所听信息，因此这次机会给了西珠。面试完离开后，白思燕气得双手颤抖，他不知道妻子还要伪装多久，也终于明白西珠为何这么有自信，扬言自己会胜过所有应聘者。1天后，青云日报迎来了周年庆典，洪家小女儿西珠还没到场，就被妈妈拦住了。她直接把孩子推到一边，为什么悄无声息地把西珠爸转到另一个养老院？她说没通知就不会付费，也不听西珠解释，就扯下孩子的披肩，下流地说不穿更吸引人。恰好2个女性在镜子前聊天，她们误以为洪英娥是白思燕的妻子，居然没来参加这个活动。相反，那个阴沉的洪西珠倒是出现了。西珠却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她越想越伤心，借助酒劲走到了天台边，然后用她的手机拨了白思燕的电话。不明白这样阴沉不善社交，又好似姐姐附属品的妻子有何优点？真没想到白思燕会说绑匪目光短浅。西珠并不阴沉，反而很懂得观察周围。她不太会社交，通常是别人先对她不礼貌。她愿意替姐姐嫁人，实际上是因为爱妈妈。还有白思燕的忠告给绑匪，请听好，西珠她是一种全新的语言，手部动作重复无数次造就了她的现在，所以别轻易评价我的妻子，你为何对她视若无睹？番外篇，白思燕向警察表达谢意的那天，没想到在监控录像中看见西珠因为害怕并大声呼救，也就是说这小子早就知道妻子会说话了。